它是台湾的铁军部队，它是南台湾地区的重要卫戍力量。它的历史可谓曲折而又久远，它就是海军陆战队陆战99旅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纵观台湾如今有着1万兵力规模的海军陆战队，单从总体编制上来看的话，除去一些小型部队外，大体可以分为陆战66旅和陆战99旅2大部队。其中代号铁军部队的陆战99旅，作为台湾海军陆战队2大陆战旅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部队。那么该部队究竟缘起何处呢？其铁军的代号又是从何而来的呢？台湾铁军部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。1917年，孙中山出于形势所需，虽在广州成立军政府，并在不久后得到了已经改编为省长亲军的一半粤军，共计20营兵力。1918年，出于种种军事原因，省长亲军被改编为原闽粤军，并在随后的短时间内，从刚开始的20营5000余人，扩编到了6个旅，共计2万余人。1919年，原闽粤军被划分为第1军和第2军。1920年11月，孙中山在重组军政府后，遂决定组建粤军第1师，叶挺和薛岳等均在该部队。该师也是在正式成立后下辖第1团、第2团、第3团和一个独立营，并在不久后的1921年7月又扩编了第4团以及机关枪营和工兵营各一个，并且在同年8月，该部队的工兵营、机关枪营和一个新组建的营级单位等直属部队合编为大本营警卫团。1924年初，由于当时的形势需要，粤军改称为建国粤军，粤军第1师也被划归建国粤军第1军战斗序列。同年6月，由于黄埔军校的成立，陈诚等许多粤军第1师官兵随即奉命担任黄埔军校教官。1925年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建国粤军第1军和第2军被陆续裁撤。同年7月，由于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，各地的驻粤军队因此全部被成建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，而仅剩的建国粤军第1师也被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。台湾铁军部队最早的前身得以诞生，下辖由34团、35团和36团组建的第12师和31团、32团、33团组建的第11师。由28团、29团和30团组建的第10师，由第1营、第2营和第3营组建的叶挺独立团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在北伐战争前，由于兵源的缺乏，旅级部队并未出现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编制之中，而是直接以团级单位和师级单位为基础，这样导致该部队的实际兵力仅有1个师。1926年7月，出于北伐战争的军事需要，国民政府随即挥师北伐。国民革命军第4军奉命分成前线和后方2部分，开往前线的部队由该军副军长率领的第12师、第10师和叶挺独立团组成；驻守在广州的部队由军长率领的第13师、第11师和2个炮兵营组成。在整个北伐战争中，国民革命军第4军称得上百战百胜，不仅在丁字桥和贺胜桥等地大胜敌军，还在10月10号占领武昌。该军遂因此在北伐战争中赢得铁军这一称号。1966年9月，出于代号兴夏的演习需要，海军陆战队陆战第1旅奉命在高雄县仁武乡由国民革命军第4军改编而来的陆军第81师合并改编为海军陆战队陆战第2师。陆战第2师也在成立后继承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和陆军第81师的铁军代号。1967年3月，出于种种军事原因，陆战第2师奉命从高雄县仁武乡调往高雄县林园乡驻扎。1968年10月，出于代号镇江的演习需要，陆战第2师又奉命调往澎湖县马公市菜园里驻扎。但仅在1年过后的1969年9月，出于代号镇江2号的演习需要，该部队再次奉命调往高雄县林园乡驻扎。1975年7月，鉴于兵力规模和编制变换的考虑，已经存在9年之久的海军陆战队陆战第2师奉命将番号改为海军陆战队陆战第54师，但在仅1年后的1976年8月，又奉命将番号改为海军陆战队陆战第99师。1992年1月，出于代号长青3号的演习需要，陆战第99师奉命和有雄狮部队之称的陆战步兵第269师进行师级对抗演习。
此次作战演习也就成为了台湾最后一次师级作战部队对抗演练。1995年10月，出于代号华兴的演习需要，作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直属的陆战第99师下辖的现为登陆战车大队的651团，奉命在驻地左营北港营区参加演习。而该部队下辖的步兵第657加强团则奉命改编为快速反应部队。1996年12月，海军陆战队陆战第99师奉命和台湾天威部队进行对抗演练。2001年3月，出于经时计划改革实施的需要，已经存在20余年之久的海军陆战队陆战第99师奉命改编为海军陆战队守备旅。但在4年之后的2005年4月，又奉命正式将番号改为海军陆战队陆战99旅。该部队的步兵第2营第4连也在同年获得了年度举光连队这一殊荣。2011年11月中旬，出于代号长青12号的演习需要，海军陆战队陆战99旅奉命和陆军机械化步兵第298旅进行对抗演练。而此次旅级作战部队演练也成为台湾自取消师级作战单位对抗演习20年来第一次跨军种演习对抗。2019年，陆战99旅步兵第3营第8连1名士官长当选年度部队楷模，且在同年，陆战99旅战车营战车第2连连长也当选为年度部队楷模。海军陆战队陆战第99旅前身为海军陆战队陆战第1旅。海军陆战队陆战第2师、海军陆战队陆战第99师以及国民革命军第4军，代号铁军部队，不仅是台湾海军陆战队下辖的旅级单位，还是目前驻防在南台湾地区的海军陆战队，下辖旅部连、化学兵连、通资作业连、野战防空连、工兵连和卫生连等直属单位。除此之外，还下辖一个营部连和3个战车连组成的战车营，一个支援连和3个步兵连组成的步兵第1营，一个支援连和3个步兵连组成的步兵第2营，一个支援连和3个步兵连组成的步兵第3营，一个营部连和3个炮兵连组成的炮兵营，以及2个登陆战车大队运输中队。上述部队均驻扎在紫宜营区、南先锋营区、勾践营区、惠捷营区、继光营区、先锋营区这6个驻地。现如今，作为台湾海军陆战队的重要组成之一，陆战99旅一般会在驻扎地内进行军事训练和战备整顿，战时则会成为作战区域内的反击部队，保证作战区域内的安全。在执行作战任务时，不仅担负着作战区域的反进攻、反空降、反渗透和反破坏的紧急军事行动，还会在必要时进行2栖突击登陆作战，并且会在发生自然灾害后作为地区应急救灾部队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，与评论区的各位一起讨论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别忘了给关注，要是能顺便点个赞，就再好不过了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